参观中国战斗机第一场，零距离接触中国主力战斗机，全部是真飞机。今天是我到达沈阳的第一天，从沈阳北站出来，叫了一个出租车去酒店。出租车司机大约30多岁，微胖，戴着眼镜，手上一串包了浆的手串，非常健谈。一上车，他就早已看出我们是来旅游的南方人。司机先是叹气惋惜，然后又是热情建议，让我们不要住那么远的酒店，出行不方便，而且出行成本高。如果住在步行街附近，又方便又省钱。司机的情绪输出很多面，毫无掩饰，既有对我们外地游客胡乱计划的恨铁不成钢，又有恨不得帮助我搞定一切的欲言又止。反正出租车里的气氛，我的内心是既感谢又尴尬。感谢的是，这位出租车司机宁愿自己少赚路费，也要帮我计划更好的住宿点，希望我们能够在沈阳玩得既方便又愉快。尴尬的是，我之前已经比较过步行街附近的和我锁定的酒店，价格起码相差100以上。我自幼爱占小便宜，是那种花15块就想吃人家一头烤骆驼的人，当然不愿意多花100住到步行街附近。但爱占小便宜的人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爱占小便宜，所以这就尴尬了。我只得找一个让面子过得去的理由，比如我要去沈阳飞机制造厂看飞机，所以就订了附近的酒店。司机的语气明显多了一些防备，毕竟沈飞是我国最大的战斗机制造厂，可以说全场都是军事机密。很明显，这个司机有很强的国家机密保护意识。他对我说：“你怎么对那东西感兴趣？”我说：“毕竟沈飞是中国第一的战斗机制造工厂。”司机更防备了，说：“飞机工厂都在山洞里，不可能让你看得着。”我接着问：“工厂都在哪里的山洞？”司机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”我突然发现，这位想要严守军事机密的司机，反而露出了此地无银300两的破绽。如果我是敌方特务，最起码就多知道了一个信息：工厂在山洞里。这个出租车司机还有一个错误，就是完全相信自己对目的地位置的判断，没有开导航，结果走错路，令我多花了一些路费。但我坚信他一定不是故意绕路，因为如果想多收钱的话，他一开始就不会建议我们住到步行街附近，因为那个里程会短很多。从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身上能看出很多东北人的性格特点：耿直、真诚，把利益看得淡一些，但更爱面子，做事也有一些小马虎。也许对于这个走错路的出租车司机而言，这一单不收钱都可以，但自己在专业问题上出错，他很难拉下面子坦白承认。我能够体会到，东北经济在沉沦几十年后，当地的人们非常珍视外地来的游客，希望把最好的服务献给每一个来东北旅游的人。去年哈尔滨旅游全网爆火，就好像一个被家长冷落了多年的小孩，受宠若惊。在社交媒体上，许多东北人看到自己的家乡被大家关注和喜欢，忍不住眼泪直流。在这眼泪里，有欣喜也有委屈，有过往的艰辛，也有未来的希望。今天的第一站，我将去探访沈飞的航空博览园。沈飞的全称是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，是中国重要的歼击机研制生产基地。走进沈飞航空博览园，首先看到的就是沈飞制造的各代战斗机。我简要的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。中国的首架喷气式歼击机是歼5，当时技术不足，是通过仿制苏联米格17飞机，于1956年7月19日首飞成功，一共装备了767架，歼5一共击落敌机21架。歼6是仿苏联米格19，共装备部队5000多架，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23架而自己损伤为0的记录，被誉为一代名机。歼7是仿苏联米格21，在沈飞生产39架后，移交成飞和贵航生产。歼7战斗机的总产量超过4000架，还想多达30多个国家出口。直到2013年，中国还在出口歼7改型战斗机。歼8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，标志着中国掌握了自行设计和制造世界第2代歼击机的先进技术。我个人觉得外形最帅气的是这个歼11，是中国第3代战斗机，产量超过440架，如今仍在服役的总数超过350架。最后的王牌便是歼31隐形战机，
是中国研制的第4代单座双发隐形战斗机。拍摄飞机时，也拍摄到了有趣的一幕：一个吊在树上的喇叭自顾自地一边旋转，一边播放着参观提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什么力道让它产生了自转？是喇叭里某位保安的东北普通话，还是从山海关内吹来的南方的风，又或是远东日本海沿岸人们庸常生活中的呼吸产生的蝴蝶效应？我的观察总是这么刁钻且无聊，我的想法总是这么奇葩和不着调。就像把香草冰激凌淋上酱油，上身穿着西装衬衫加领带，下身穿着豹纹蕾丝丁字裤，充满了违和，又暗暗地让人产生期待。这些飞机都是真机，观众还可以近距离的触摸。男孩们在飞机下钻来钻去，一个童年时的模糊动机，或许就是成年后重要决定的依据。说不定其中的一个男孩，未来就成了战斗机飞行员。我小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理想，就是想以后弄个联合国秘书长当。长大后听说安理会5常国家的国民是没有可能当联合国秘书长的，当时我就很沮丧，就好像原本板上钉钉、手到擒来的一件事情，突然就黄了。当联合国秘书长的梦想破灭后，我似乎失去了人生的部分动力。终于，现在混成了旅游博主，过上了整天游手好闲的灰败生活。沈飞航天展览馆是免门票的，馆内专门放置了一个供游客合影的飞机，也不收费。在这个飞机上合影，必须要选择角度，而且不能拍大全景，因为这个飞机只有半截。从后面拍的话，场面就会很尴尬，飞机肚子里的管线在切割后都露了出来。游览完沈飞航天展览馆，顺带去它对面的北陵公园转了一圈。这个公园门票6元，但是在下午5点后就免门票。我到达的时候是4点56分，公园大门外聚集了一大波游客，都在等待下午5点的到来。缘分让我们相遇，同时也是占小便宜的心态让我们相遇。时间来到下午5点整，我带着省下半碗猪脚饭的喜悦，踏进了北陵公园的大门，顿时觉得里面空气香甜，风景宜人，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北陵公园是沈阳最大的公园，1643年清崇德8年清太宗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昭陵建成。1927年，奉天省政府将清昭陵辟为公园，因位于市区北部，故而得名北陵公园。我在公园的荷塘旁发现了2块俊美的奇石，于是停下脚步，进行了一番带着纯粹艺术欣赏角度的拍摄。较矮的那一块石头似乎有着婀娜的身姿，又带着浑然天成的拙朴。一个男孩用带长杆的网兜在荷塘里套取了一个莲蓬，对于这种行为，我很想过去严正告知，要去举报他，除非他给我也弄一个。远处走过几个俄罗斯的姑娘，荷塘里还有一个白色的雕塑，密密麻麻的荷叶几乎遮蔽了湖面，偶尔钻出几朵娇艳的荷花和几只莲蓬。就像我们的生活，平庸无趣才是主流，美好是极少数，真正能取得成果的时刻也非常稀缺。被围蔽起来的应该是皇太极雕像。皇太极这个汉语名字翻译得太好了，自带王者之气，以至于有个煎饼品牌起名叫皇太极，也曾火爆一时。皇太极的老爹就是努尔哈赤，在满语里的意思是野猪皮。我以前一直认为 1.5 亿人口的明朝输给15万的满清军队，600个西班牙士兵，征服南美15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后来发现，在历史上这种例子其实非常多见，坚定坚韧的信念确实有惊人的巨大能量，这种能量有时候能扭转气势，做到极致以少胜多的战果。路边放风筝的大爷戴着干净的白手套，巨大的线轴，一看就是专业级设备。如果用手机厂商发布会的说法，采用不锈钢铝合金和碳纤维等新型材料，采用193道工序，其中包括 CNC 精密加工、釉面喷砂、PVD 上色、激光切割、超声波清洗等数十道制成。配备聚碳酸酯后壳，采用 One Glass 全贴合技术，处处体现着科技美学。
我很喜欢这些有兴趣爱好的人，再放大了说，我很喜欢热爱生活的人。另一个放风筝的大爷看见我用手机拍天上的风筝，问我：你这手机能拍得到吗？我骄傲地回答他：我这款手机配备了5000万主摄，加上5000万超光影潜望式长焦镜头，采用了1:1.4英寸的索尼大底传感器，支持 OS 光学防抖，长焦镜头支持3倍光学变焦，再加上卓越的 ASP 算力搭配，引领长焦新拐点。大爷听得不是很认真，心思都在风筝上。毕竟这里有好几个风筝大爷，更重要的，旁边还有大妈们围观。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场竞技，主打的就是比赛第一，友谊第二。看在天上的风筝，我的思绪也去了远方。如果我也在这里放风筝的话，我会对风筝进行一下改装，四周装上跑马灯，底下再装一个音箱，循环播放凤凰传奇的麝香夫人。公园里面的清昭陵是一个收费的景点，30元一张门票，不过此时已经闭园了。当地人对清昭陵似乎不太关注，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清昭陵后山的狐仙，上网一搜，全是美艳狐狸精半夜出来吃人的吓人传说。旁边的湖上有游客们在泛舟，也有大爷在游泳。旁边树林里，合唱团正在演绎，据说玩合唱的老年人退休工资都很高。踢毽子的3人组配合的比较一般，孩子们在进行体内训练，玩轮滑。一条绿底红纹的巨龙，眼睛里装上了 LED 的灯泡，想必当夜幕降临，它会发出如炬的光芒。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场景，虽然平凡，却是人间美好。我的东北之旅仍在持续，欢迎大家订阅。